据美国太平洋舰队10月7日发布的声明，美国一艘核潜艇2日在南海水域撞上一不明物体，造成多人受伤。事发5天后，美海军才进行确认，再加上时值美英3舰航母在南海集结行动，此事引发外界广泛猜测。随后，美国海军官员确认，与康涅狄格号发生碰撞的肯定不是另一艘潜艇，它可能是一艘沉船、一个沉没的集装箱，或者是其他未标明的物体。作为美军最先进的攻击型核潜艇之一，康涅狄格号撞击事故的背后都有哪些暗流正在涌动？一起来看报道。据美国太平洋舰队7号发布的声明，美国海军康涅狄格号核潜艇2号下午在印太地区国际水域潜航时撞到一不明物体，造成潜艇颠簸。潜艇上人员受到擦伤，但并无严重伤情。潜艇的核动力装置也没有受到影响，仍在正常运行。声明表示，将对该事件进行调查，评估损害程度，但并没有提到需要向其他机构请求帮助。路透社援引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这起事件发生在中国南海国际水域，事件造成不到15人受轻伤，有2人的伤势被列为中度。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援引一名美国海军官员称，将此事保持沉默几天，是让康涅狄格号及其艇员有时间抵达关岛。我想这次的情况呢，可能还是要比美军的这样的一个声明可能情况会更严重一些。那么从以往美军处理这些事故的一些操作的做法来讲呢，美军还是一般倾向于淡化。在这个事情上呢，确实存在一个所谓缺乏透明度不负责任的一个问题。作为冷战巅峰时期的产物，海狼级潜艇既当是美国海军各种先进技术和高性能于一身。康涅狄格号就是美军现役3艘海狼级潜艇中的一艘，1998年开始服役，属于美国海军现有战斗力最强和灵敏度最高的攻击潜艇之一。海狼级核潜艇水下排水量约9300吨，配备了先进的声纳系统和武器，最多可携带50枚重型鱼雷及导弹，其中就包括战斧式巡航导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尽管该潜艇服役了20多年，但其技术仍然很先进，而且在其使用寿命期间对其系统进行了升级。美国海军称它异常安静、快速、装备精良，并配备了先进的传感器。因此，如此先进的潜艇在潜航时撞上所谓的不明物体，着实令外界惊讶。但专业人士指出，康涅狄格号的主要优势是静音效果好，安静潜航的时候一般都是关闭主动声纳，以被动声纳听声辨位来规避障碍物，无法看到前方的物体，所以如果障碍物没有发出声波，就很有可能撞上。那么康涅狄格号在海面下究竟撞上了什么？伦敦国王学院战争与战略教授阿莱西奥·帕塔拉诺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小的足以让声纳在嘈杂环境中漏掉的物体。根据事故发生的地点不同，各种噪音干扰通常来自水面上方的交通，可能会影响传感器，甚至可能会影响操作员对传感器的使用。前美国海军上校、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作战总监卡尔舒斯特表示，在南海对潜艇造成问题的不仅仅是航运，这是一个声学环境非常差的地区，甚至连水域本身的性质都会造成问题。岛屿间洋流产生的环境噪声和不稳定的水环境影响了潜艇对声纳回声的接受，因此也可能是水下面的东西造成的。根据它的下潜深度来讲，不会超过610米，通常应该在水深100到300米之间进行航行。在这种情况下，撞击海底的暗礁或者是沉船，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第二的话，这种核潜艇的话，它所采用的是被动式声纳进行搜索。被动式声纳和主动式声纳不一样，它对于大型的这种暗礁或者目标物，它有一定的反射能力。但对较小的目标的话呢，反射能力是比较弱的。应该说的话呢，是和水中小目标在100到300米当中，我们说的漂浮的目标相碰撞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除了不明物体令外界揣测纷纷外，大家还关注到不具名的美国防部官员对媒体的表态。该潜艇在事故发生后浮出水面，一直保持水上航行的状态。要知道，在冷战期间，美苏核潜艇多次发生相撞事故，但美国海军官方罕有主动承认。例如，1970年美国龙头鱼号核潜艇与苏联核潜艇发生碰撞事故后，前者就是采用水下潜航的方式秘密返回基地，并在船坞中掩盖碰撞受损部位，防止外界获知。作为美国海军当前水下作战能力最强的海狼级攻击核潜艇，康涅狄格号的行踪一向高度保密，除非它停泊进港或主动发布照片，否则外界罕有知道它的具体位置。
观察认为，若非迫不得已，康涅狄格号不会长时间以水面航行这样的方式暴露在外界。有分析人士从受伤人数来解读事故的严重程度。康涅狄格号受伤人数据每枚披露有10几位，但无论是1992年美国核潜艇巴吞鲁日号与俄罗斯核潜艇科斯特罗马号相撞，亦或是2009年英法潜艇相撞，这些事故都没有造成太多的人员损失。这个核潜艇应该说是美国最强的武器之一，很明显在南海，美国保持了较高等级的军事存在。从撞击的地点来看，发生在中国的南海，它说明美国对南海的军事存在会继续。撞击不明之物，它为今后把这次事故甩锅给谁留有比较大的余地。相比事故本身，更让外界所关注的是，此次潜艇撞击事故或许显示南海海域有暗流涌动。周五，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事故表示严重关切。赵立坚说，美方作为当事方，应该详细澄清事故有关情况，包括事故发生具体地点、美方航行意图、事故详情、到底碰撞了什么、是否造成核泄漏、是否破坏了当地海洋环境等等。长期以来，美方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在南海兴风作浪，这是此次事故的根源，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和重大风险。中国及南海周边国家不得不质疑事件真相和美方意图。现在有一种看法呀，认为美国在推动核潜艇的扩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核扩散，但是属于核动力潜艇的扩散。美军希望在印太地区呢强化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包括在水下作战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事实上呢，我们看到美国跟日本包括相关国家也都在开展潜艇包括反潜战的一些联合演训的活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这种核潜艇带来的一些事故的几率，包括引发的核事故的几率呢，可能都会有所增加。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地区国家警惕的这么一个动向。尽管美潜艇在南海的真实意图不得而知，但有美军事专家直指，这艘核潜艇当时正在执行对华任务。而根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平台发布的消息，10月3号，有商业卫星就在西沙群岛东南约48.7海里处发现一艘疑似海狼级潜艇，上浮至航行状态。由此推测，美军潜艇发生事故位置极有可能在西沙附近海域。美国商业内幕网站还在报道中援引一位前美国海军潜艇艇员和防务专家的说法，这艘潜艇可能在靠近海底底部的地方运行，可能是在执行监视任务，因为出事地点距离解放军位于海南岛海军基地不远。该报道还说，这艘美军潜艇除了监视，其他可能的操作包括海底测绘等活动。潜艇在水下航行时，主要靠事先绘制的水下海图航行，如果海图出现问题，那基本的航行安全无法保障。2005年，美国海军旧金山号攻击型核潜艇以超过30节的速度撞上海底山脉，严重受损，导致90多名艇员受伤，1名机械师重伤身亡。调查表明，原因是水下山脉未出现在潜艇的海图上。而南海水域是航行最复杂、最有挑战的水域，准确海图对于潜艇水下作战或进行反潜作战具有重大意义。